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介绍 ShellTime。ShellTime 是一款可以去追踪你命令行的工具。它目前不仅可以追踪你的命令行，并且可以追踪 Cloud Code 的使用量以及你编辑器活跃程度。它追踪完这些内容之后，可以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分析，然后告诉你，比如说上个月用了多少的 Cloud Code 的用量，以及你上个月去执行了哪些命令。那这些命令它有怎么样的一些数据的反馈？哪些命令用得多，哪些命令用得少？这些命令有没有什么优化空间？接下来就跟大家来 share 一下 ShellTime 应该怎么样来去使用，以及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。好，我们打开 ShellTime.xyz 就可以看到 ShellTime 的官网。ShellTime 就是一个 AI 时代的开发者的平台。我来登录一下。好的，我登录进来了。这里可以看到，这是我的命令。我可以去跳到像是我的 Activities， 这里你可以看到最近的活跃程度。这里的命令就是我最近执行的一些命令，我可以看到它在这边都有一些很好的记录。点进去可以看到一些详情，比如说它是在我 CLI 版本是这个60版本，我的 Terminal 是 Ghosty， 以及我的 Host Info， 这个结果是成功的。Clear 命令它其实不太会失败了，以及下面是我的 Location 的一些信息。那这里是我的 Coding Agent 的信息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最近正在用 Cloud Code， 我用的强度还是比较高的。那这里看到我今天用了21块钱，我的 Token 用量大概是23个 million。我这个月是多少呢？是1.2个 billion，cost 的话大概1000美金。Full History 就是它包含了我整个完整的链路。下面会有一些更详细的情况，它会去告诉我说什么语言，比如说这里我 TypeScript 用的是最多的 ，Markdown 是其次 ，Go 是第3名。这里会有我的每天的一个用量的统计，比如说我可以看到1月11号这一天的话，我大概用了112个 million 的 token， 也可以看到改变的行数是多少，以及 model 的 usage。下面可以看到在哪些项目上去使用了，以及包括最近的 session。这些 session 里边，比如说我随便点一个，可以看到我这个 session 大概用了0.55美金。时间大概持续运行了4分钟。Prompt 请给我一个 landing page。好，第3个部分就是 coding activity， 它可以看到我最近在编辑器这里到底用了多久编辑器。可以看到我本周的时长大概是20个小时，当然这不是我完整的工作的时间。这里可以看到我有 AS Code 以及 New Vim。好的，这里就是主要的3个部分，它会来去追踪我的命令行以及我们的 code 的使用量。以及包括我们手动在编辑器里的工作的时长。有了这些内容，我们就可以进行更多的统计。比如说这里会有我的 activity， 就可以完整的知道我们在工作和在我们的个人时间，在编程这部分到底用了多久的时间，可以有很多很详尽的数据。其实 ShellTime 它不止这么多功能，它还有更多更丰富的功能。我们来看一下。比如说这里会有 download， 当然我们的数据因为其实都是属于我们个人的，像是我们的命令行数据是可以被下载的。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功能，我觉得大家会挺需要一个虚拟发票的系统，它比较有趣。比如说我们可以在2台电脑，公司的电脑和我自己的电脑，我们都注册了 ShellTime。那 ShellTime 它就可以去分别的统计说我们公司的电脑大概用的时长是多久，以及我们的工作强度是怎么样的。那同样它也可以在我们的私人电脑上面来去做同样的统计，进而根据我们的工资以及各种各样的系数，可以算出来我们的 side project 的消耗到底是怎么样的，它的成本大概是多少的。这样其实就非常的有趣了，对不对？但这个数据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据，我会认为比较有意思。当然这里其实也有很多了，比如说像刚刚的 prompt 的统计，会有各种各样 prompt 根据 session 的一些统计了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也可以再去这里去搜自己最近在用什么样的 prompt， 以及 Shell 的 Alice， 以及一些 badge 可以去共享出来。比如说 coding activity， 你可以看到完整大概有1062个小时，那 AI token 大概用1752个 million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样来去集成 ShellTime 呢？其实集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。我去进入到我们的 install 的页面。install 的页面，我们首先要去执行一下这个命令行的下载。首先就是 curve， 我们去执行一下这条命令。命令完执行之后，我们需要去 init 一下这个 init 命令，它会去进行账户的注册之类的。注册完之后，它会首先进行一个用户身份的校验，然后安装相应的 shell 的 hooks， 最后它去开始我们 daemon 进程。那 daemon 进程，它会去在后台来收集我们的数据，而不是说在前台我们需要去一直等这个命令的返回。之后我们有一些进阶的功能，是一些配置，
这个配置里面我们有很多配置可以做，那比如说这个是加密的相关的功能。如果说我们的网络环境并不安全，那我们本地的一些命令，比如说你在执行一些 curve 的时候，你并不想让中间的 DNS 或者说各种网络管理员去知道你的情况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加密打开。这个加密一旦打开，中间所有的网络内容就会被加密，中间所有的网络经过的渠道，它都是不能拿到你命令行的数据的，它只有在最后我们到服务器这边才会被解析掉。下面就是 AI feature， 我们还会有 AI 的命令的执行。其实经常我就不知道这个命令应该怎么写，所以我就问 shell time。这里我来演示一下，比如我想统计我去年到底运行了多少个 commit， 我就问 shell time how many commits in this year in Git。好，它告诉我们应该执行这条命令，来让我试一下。因为我之前其实已经开过自动执行了，所以它已经执行告诉我说，我从2023年到现在，我总共 commit 了28次。对，这个命令还是蛮好用的，推荐给大家。接下来就是一些 AI coding 相关的内容，这块它就是我们是否来去启用 AI 追踪的 Cloud Code 的 AI 追踪，以及这个 gRPC 的 port 应该起在哪个端口。那下面的话是 code tracking， 就是我们的编辑器，比如说 Vim 和 VS Code 里面。它怎么样？它是否应该去启动这个追踪？默认其实也是打开的。这个打开之后，还需要去安装对应的插件。那接下来在编辑完 config 文件之后，我们需要调用这个 shell time cc install 的命令来去安装 Cloud Code 相关的一些配置。这个命令其实只要执行一下就好了，后续就不需要再执行了。那还有一点就是怎么样去追踪我们的手动编程的一些过程，我们需要去对应的插件。我们目前现在支持的是 VS Code。New Wave 以及 JetBrains 这3家的插件，大家安装好之后，最后再执行一个 shell time daemon reinstall， 一切就完成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在这之后，它就会在后台进行数据的收集以及分析，每周会给你推送邮件。接下来这些命令都会去得到记录。好的 ，shell time 功能非常的多，希望大家可以尝试去下载来去使用一下，看一下自己过去。以及将来去方便我们进行 review 我们的工作内容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拜拜。